几个伐木工在大树下挖出了一个黄色包裹，里面竟然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方便的工头忽然看到了一只鬼脸天鹅，紧接着又仿佛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。当他返回施工地的时候，几个工人却不见了踪影，他还以为是工人集体罢工了，骂骂咧咧的上了车，刚准备开车离开，却忽然看到一块黄布从眼前飘过。下一秒，汽车又忽然失控，诡异的撞上了后面的大树。工头惊慌失措，隐约中听到了小孩的笑声。随着车门莫名的被打开，工头也掉出了车外。起身后，又听到丛林深处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，工头吓得连连后退。结果，第二天，伐木工离奇失踪的新闻就登上了报纸头条。更离奇的是，从那之后，凡是来过这座山的人，无一例外都离奇失踪了。甚至有游客拍到了一个诡秘莫测的红衣小女孩。当地人认为，小女孩就是栖息在山上的魔神仔。从此，那座山便常年被大雾笼罩，成为了当地的禁地。时间转眼来到2年后，身为社工的淑芬接到群众举报，说一个叫林美华的女人可能虐待儿童，家中的女儿已经1年没出过门。淑芬随即就找到了林美华的家，门前贴着几张奇怪的符咒，林美华更是十分的诡异，手臂和胸前也纹满了符咒，就连家里也贴得满墙都是。林美华说女儿去远方的亲戚家了，淑芬则表示要见一见她的女儿林永晴才肯罢休。林美华显得十分不耐烦，永晴她很好，你们到底要看什么？就在这时，淑芬忽然看到了一个隐秘的暗门，门前摆着一副碗筷，里面好像还有人影闪过。随即趁着林美华不注意，就闯进了那个房间。眼前的一幕直接让她傻眼了，整个房间被布置的就像一个祭坛，地上同样画着一个大大的符咒，3个被白布盖着的东西引起了淑芬的注意。掀开一看，其中一个就是女孩林永晴。诡异的是，女孩身上也同样被画满了各种符咒。这下淑芬断定林美华绝对虐待了女儿，随即将林永晴带回了社区福利中心。可奇怪的是，来到这里的永晴却又主动开始往身上画一些看不懂的符咒，甚至还询问淑芬：“来吃甜甜圈。妈妈呢？我们要赶快回家，外面很危险。”淑芬一脸的蒙圈。不过，哪怕同事告诉她，女孩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可能并不存在被虐待的情况，淑芬还是不同意将女孩还给其母亲，说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面对着林美华的苦苦求情，她依旧是不为所动，毫不犹豫地驾车离开了。她之所以会对这件事如此认真，是因为她同样也有个女儿，而且是个已经快要成年的叛逆女儿。最近她又发现女儿雅婷怀孕了，便带着她去流产，却被女儿指责从不考虑自己的想法。淑芬说自己只是不希望她被这个孩子毁了一生，可女儿却说：“对啊，我毁掉你的人生啦！李雅婷，你去哪里的啦？”是的，淑芬也是在未成年的时候就怀上了雅婷，只不过是被学渣侮辱意外怀上的。当时淑芬也曾想过流产，但是对孩子的那份爱让她选择独自抚养女儿长大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其实她也没有后悔过，只是她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女儿身上。可年轻的女儿根本无法理解。等淑芬离开福利中心回到家时，却发现女儿不见了，学校里也没有，电话也打不通。于是通过多方打听，找到了女儿的男友林俊凯。台湾中部大坑山地区的村民们供奉着一个名为虎爷的山神，趴在地上行走的男人就是虎爷，在人间的媒介。就在村民们请虎爷震慑山中栖息的魔神仔之时，一个女人却跑来找身为媒介的林俊凯要女儿，因为她正是雅婷的男友。可雅婷也并没有来找俊凯，那看来应该是失踪了。两人立马就报了警。通过监控发现，女儿好像是被一个红衣小女孩牵走的。俊凯一眼就看出了小女孩是个魔神仔。淑芬想到最近流传的魔神仔杀人事件，瞬间是脊背发凉，急忙带着搜救队上山寻找。可找了大半天，连个人影也没见到。这时，忽然又有一支神秘队伍上山了，最前面的正是林俊凯。此时的他已经化身为虎爷，凭借着灵敏的嗅觉，没一会儿的功夫就找到了雅婷的一只鞋子。可这时，虎爷却在地上画出奇怪的符号，大概意思就是让大家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因为前面就是魔神仔的地盘了。就在众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淑芬忽然在身后的房子里看到了女儿，她不顾众人反对来到了房内，果然在地上发现了女儿的手机，可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女儿。不过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女人，她就好像着了魔一样，大口大口的吃着手上的虫子，而且看样子还是个即将临盆的孕妇。接着淑芬就找来搜救队，将女人给送去了医院。刚到医院，女人就产下了一个死婴。看过第一部的朋友应该早就看出来了，这个女人正是上一部中的女主怡君。原来他们当时从魔神仔手中逃出来后没多久，就又相继失踪。再后来，阿伟和奶奶的尸体都被找到了，确认死亡了，只有怡君一直生死不明。这次又侥幸被淑芬给救了下来，只是刚失去孩子的她再次听到阿伟和奶奶死亡的消息，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。等她
他平静下来后，淑芬便打算把他暂时安置在自己家。他还拿着女儿的照片，试着询问怡君有没有见过雅婷。怡君看后表示自己见过，而且雅婷还曾告诉过他，说妈妈不喜欢他的孩子。听到这里的淑芬非常后悔不该强迫女儿。可怡君也不知道雅婷现在在哪里，因为他一直都以为那所房子是家医院，并在那里做产检。他也是在医院里见到的雅婷，恰巧被淑芬撞见后才回归的现实，所以雅婷应该还处在魔神仔的结界里。安置好怡君后，淑芬就再次找到俊凯帮忙，他们立马开坛做法，准备召唤虎爷和红衣小女孩谈判。可小女孩却迟迟不肯现身，无奈众人只好先送走了虎爷。可虎爷刚退下，阿公就莫名的抽搐了起来，再一看竟然是被魔神仔附体了。俊凯上前与其谈判，得知小女孩其实是在寻找自己的母亲，可问到她母亲在哪里时，她却指向了淑芬。淑芬立马意识到魔神仔的母亲很有可能就是怡君，因为她此时正在自己家里，于是立马往家里赶去。可此时的怡君这边也出现了点小意外，她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，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最开始时那几个伐木工的新闻，后面还有一张印着黄色裹尸布上符咒的纸。正纳闷呢，身后却传来了动静，出来一看，竟然看到了死去的丈夫阿伟。她情不自禁的就抱了上去。等淑芬赶回来时，怡君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看到桌上印着符咒的纸后，她忽然想起虐待孩子的林美华家中也贴着这种符咒，于是就立马找到了那个林美华。可怡君并不在这里，林美华也不知道她在哪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打开门一看，来人正是怡君，只不过此时的她耷拉着头，样子很是诡异。林美华一眼就看出她是魔神仔附体了，立马露出了胳膊上的符咒，然后将怡君引到房内，还趁机让淑芬躲进女儿的房间里。接着他就趁怡君走到符咒面前时，将双臂对准她，一股金光瞬间将怡君击退，并钉到了墙上。可下一秒，怡君顺势滑落，那个红衣小女孩也随之显现了出来。这个女人用半吊子的驱魔术将一个红衣小女孩钉在了墙上，可怨念极重的魔神仔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直接用念力控制一把椅子破坏了林美华的法阵，接着女孩就不见了。林美华四下寻找，可忽然身后的照片一个接着一个的碎掉，小女孩又从背后缠住了她。挣扎中，林美华将双臂上的符咒对准小女孩，这才吓退了她，化成鬼脸天鹅飞走了。之后，怡君也再次醒了过来，她不明白红衣小女孩为什么总是缠着她。林美华说，因为她的怨念最重。一旁的淑芬则告诉她，其实那个小女孩是她的女儿。怡君一脸懵逼，林美华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淑芬便将之前和小女孩谈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。听到这里的林美华知道他们误会了，他要找的人是我，两人听后都大为震惊。我是他妈妈。随着林美华的回忆，我们才知道了一切真相。原来18年前，林美华带着女儿去山上的游乐场玩过山车时，却发生了事故，她的女儿当场丧命。接受不了现实的林美华想起了一种可以起死回生的古老法式——俯身葬，就是将尸体俯身趴在羽毛上，每天往尸体身上泼洒鸡血。7天之后，女儿竟真的复活了，只不过她已不是那个可爱的小女孩，而是变成了一只恶魔。当时的林美华见状，就丢下女儿跑掉了。但没过多久，就看到了游客莫名失踪的新闻，而且还有人拍到了身穿红衣的女儿。林美华知道女儿已经彻底成魔，因为俯身葬复活的人无法投胎，只能靠吸食游客精气存活。为了阻止女儿继续杀人，也为了结束女儿的痛苦，林美华拿着一块印有符咒的裹尸布找到了女儿，欺骗女儿说给她买了新衣服，还保留一丝人性的女儿果然上当了，就这样被林美华给封印在了大树下。直到2年前，一伙伐木工无意间挖出了女儿的尸体，才又开始出现游客失踪的事件。怡君一家人就是其中的受害者。林美华担心女儿回来报复，才将小女儿藏了起来。听到这里，怡君绷不住了，责怪林美华害死了她的丈夫和奶奶。林美华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便答应去山上找女儿了结这一切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淑芬还给俊凯打了个电话，希望他可以去帮忙。等几人来到山上后，山里的雾却忽然更浓了。林美华说要一个人去处理，还让2人待在车里，等雾散了才能下车。怡君为了给丈夫报仇，说也要跟着过去。随后2人就来到了山顶，林美华大声呼喊女儿，说要留下来在这里陪她，并划烂身上的符咒以示诚意。可上过一次当的女儿已经不再相信她，召唤出无数虫子吞噬了林美华手臂上、脖子上，甚至是嘴里。惨叫声响彻山谷，俊凯还在赶来的路上，听到叫声的淑芬非常的慌张，忽然又看到女儿从眼前走过，便毫不犹豫地下车追了上去。等俊凯赶来时，只看到了空空的汽车。另一边，怡君看着渐渐失去意识的林美华崩溃不已，临死前林美华还拜托她去保护小女儿。听到这里的怡君大喊道：干！你出来！我不怕你！干！你出来！你出来！我不怕你！
这时俊凯终于赶来了，他让司机先把怡君送回去，自己则去寻找淑芬。一路来到了先前那所荒废的医院，可一进来就遭到了魔神仔的拦截，甚至没有虎爷的加持，直接被重伤挂在了墙上。此时的淑芬也真的在这里，她四处寻找女儿，结果却看到了自己当初被学渣侵犯的场景。那一刻，她仿佛又回到了当初生雅婷的时候。当时她也是不顾众人反对，坚持生下的雅婷。彻底理解了女儿如今的心情后，她又回到了现实中，而且发现了被捆住的女儿，解开束缚就带着女儿准备逃离这里，可却像遭遇了鬼打墙一样，始终走不出去。另一边的俊凯也没好到哪里去，无數個魔神仔已經向他襲來。我恭喜係小天界。好在关键时刻，他成功召唤出虎爷，看来是暂时没有危险了。但此时的淑芬母女还在原地打转，忽然搜救队出现在了面前，说要带他们离开。可刚走出去没2步，前方就出现了一只绿眼獠牙的怪兽。搜救队员见状也不管淑芬他们了，纷纷往后退。可那只怪兽一声怒吼之后，却没有袭击淑芬母女。女儿通过怪兽的下半身看出了这是俊凯的虎爷模式，果然一回头，身后的搜救队员都变成了魔神仔，两人就这样在虎爷的开路下走了出来。可到了外面，魔神仔们却忽然冲了上来。好在虎爷威武，这些魔神仔在他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可想不到的是，一个魔神仔竟偷偷附身雅婷，并大声喊出了俊凯的全名。紧接着虎爷就倒地不起。原来虎爷降临时不能直呼媒介者的全名，随着一阵扭动之后，虎爷变回了俊凯。这下没有了虎爷的威慑，魔神仔们纷纷围了上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红衣鬼脸天鹅出现了，接着无数天鹅跟着出现，驱散了魔神仔的同时，形成一个保护圈护住了他们。没想到的是，红衣小女孩竟随之出现，那她为什么要保护3人呢？原来就在不久前离开的怡君在福利中心找到了林美华的小女儿永晴，并带回家中躲到了那个房间里。可在外守候的怡君忽然又被附体了，她来到房间的门口，引诱永晴出来。永晴问她妈妈在哪里，小女孩说妈妈已经被杀死了。永晴反问她为什么不保护妈妈，小女孩则面目狰狞地回道：妈妈把我变成怪物。不要我！你不是怪物，妈妈说你是一个善良的姐姐。我是怪物！你不是怪物，你是妈妈的女儿。你是我姐姐，你也叫李永婷。听到这些的小女孩又回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美好，渐渐找回了内心深处的人性。最后，她离开了怡君的身体，展露出了真身。永晴也勇敢地走出了房间，并主动牵住姐姐的手。你有名字，你叫林永晴，你不是怪物，你是我姐姐。妈妈从来没有忘记你，还有你的名字，谢谢你。那一刻，姐姐的怨念全都烟消云散，化成天鹅离开了妹妹。出现在淑芬等人身边的红衣小女孩径直走向魔神仔们。那一刻，她又变回了曾经那个可爱的小女孩。最后，她化成无数天鹅，冲向天空，拨云见日，整座山瞬间被阳光普照，魔神仔们也随之被全数消灭。影片的最后，怡君收养了永晴，而雅婷也顺利产下了一个女儿。永晴看着刚出生的婴儿说道：“你来了。”婴儿也似乎听懂了一样，挤出一个微笑回应。